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报明说。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世卫组织更新关键药物清单，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正在变大。1月27号世界卫生组织在它的官网上更新了一份清单，主要是应对核辐射和核紧急情况。虽然世卫组织发言人表示这份清单用了2年多来准备，但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发布，显然与国际局势直接相关。这是世卫组织对乌克兰冲突可能会恶化并走向核战争的一种示警。老实说，自从新冠疫情爆发到现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表现不是很让人满意。这个由美国人主导建立的国际组织始终不能摆脱美国的操纵和控制。这一次世卫组织发布的所谓关键药物清单，让人觉得有些不寒而栗。乌克兰政府和乌克兰军方如果没有美国以及北约的军火援助、情报支持和雇佣兵的参战，是坚持不下来的。如果美国和北约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，和平解决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很快就能达成。然而，美国所做的事情偏偏要与和平背道而驰。上周，美国已经成功的协调欧洲各个国家，决定向乌克兰提供一批西方生产的第3代改进型主战坦克。美国还公开的表示，即将向乌克兰提供 F-16 战斗机，可能还要提供 A-10 攻击机。法国政府也表示考虑向乌克兰提供第3代战斗机，很可能是幻影2000C 型。乌克兰国防部也密切配合。1月29号深夜，乌克兰国防部在推特的官方账号上面公开表示，乌克兰用苏2七战斗机可以和俄罗斯打仗，但是如果拿到了 F-16 战斗机的话，就可以打胜仗。这显然是在配合美国军方的行动。可以想象，这些武器到位以后，必将再一次提升俄乌战争的烈度。在过去1年的冲突中，北约所提供的武器弹药和情报支援，已经让装备低劣的乌军发挥出了不可忽视的战斗力，让俄军吃了不小的亏。如今再把这些性能比较好的西方主战武器装备乌军，很可能造成俄军在某些战略要点，或者说某一个战役战术方向再一次发生溃败，这将进一步的激化俄军打击报复的力度。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和重大民生设施将被破坏得更加严重，乌克兰的国力将面临更加彻底的削弱。更为严重的是，一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全力援乌，导致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发生不可逆转的溃败，使得俄罗斯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的时候，乌克兰战场上的常规冲突将很有可能向核战争演变。因为俄罗斯政府是没有退路的，一旦乌战失败，将给俄罗斯带来威望的崩塌、政治动荡、政权垮台、国家解体等种种可能。俄罗斯将动用一切手段阻止这些情况的发生，最有可能投入战场的就是核武器。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甚至是更大的范围内使用的核武器，西方怎么处置？北约有没有决心与俄罗斯同归于尽？这将给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出一个天大的难题。乌克兰战争我们可以推测它何时开始，却没有人能够准确的预测它什么时候结束，以及会怎么结束。难道安格鲁撒克逊集团真的要把全世界都拖进核冬天的灾难中吗？国际卫生组织推出这么一份紧急药品储备清单，以向全球示警，这是有意义的。局面相当严峻，我们还是希望各方能够保持理智，特别是希望西方国家的民众们能够充分地认识到核战争的巨大危害，他们应该积极地行动起来，把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无良政客赶下台去，否则很可能就是全人类的末日就要来临。好，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。